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逆流年代》，从1970开始种田养家故事解说。李天明猛然惊醒，恍然发觉自己重生，回到了人生最屈辱的一天。他与杜鹃大婚，对方当众悔婚的日子，前世积攒的无尽憋屈与遗憾瞬间涌上心头，历历在目。当年，杜鹃心系游手好闲的庞秉新，大婚当日公然拒婚，让李家颜面扫地。杜家长辈杜礼德再三致歉保证，加上母亲临终前盼他成家安稳的遗愿，愚孝的他选择隐忍妥协，勉强保住了这门婚事。可婚后生活只剩无尽煎熬，杜鹃从未对他有过半分温情，终日冷脸相待。唯一一次缓和的相处，也以他嫌弃他平庸无能，处处不如庞秉新收场。直到弥留之际，李天明才彻底看清真相：杜鹃从未爱过他，这段被迫的婚姻让他怨恨了一辈子。临终时，杜鹃直言熬到他离世，终于能光明正大和庞秉新相守。更让他寒心的是，亲生子女也全然不解他的付出，纷纷指责他自私，耽误了杜鹃和庞秉新的一生。满心悔恨的李天明在绝望中落幕，也恰逢天赐机缘，重生归来。这一世，他彻底斩断过往执念，不再愚孝隐忍，一心只为自己和至亲而活，是要改写全家的悲惨结局。大婚当日，杜家院内宾客满堂，村民围聚，本该喜庆的婚礼乱象丛生。杜鹃手持刀具激烈反抗，当众宣告非庞秉新不嫁，誓死不嫁李天明，甚至以此相逼拒婚。杜家人惊慌失措，杜礼德连忙打圆场，谎称杜鹃撞邪胡言，试图遮掩丑闻，稳住婚事。杜父又气又急，厉声呵斥女儿，强行压下她的反抗，对着李家众人连连道歉，执意要照常举办婚礼。这般敷衍的态度彻底刺痛了李天明。李家家风清正，最重名声，根本容不下杜鹃朝三暮四、当众辱门的行径。李家三叔当即出声，劝李天明果断退婚，不必再一味忍让。杜鹃听闻瞬间暴怒，当众顶撞三叔，甚至扬言要动手伤人。杜家人顺势卖惨哭诉，颠倒黑白，指责李家仗着大族身份欺压杜家，刻意刁难悔婚，引得村民议论纷纷。村里张主任见状出面调停，深知李天明至孝，便搬出其母亲的临终遗愿劝说，让他吃下定亲饺子，敲定婚约，笃定杜鹃日后定会安分过日子。但历经一世苦楚的李天明早已褪去愚善隐忍，断然拒绝劝说。他看着心意已决，满心皆是旁人的杜鹃，平静开口，主动成全他的自由，当众宣布废除婚约，解除亲事。杜母气急败坏，当众指责李天明冲动莽撞，毫无男人担当。张主任依旧不死心，反复以遗愿施压，劝他切莫一时冲动毁了终身大事。危急时刻，一位受过李天明母亲救命之恩的村里长辈站出缓和局面，拿出李家专属传家手镯，唯有正统李家儿媳才可佩戴，亲手交给杜鹃，叮嘱二人好好过日子。熟悉的手镯勾起李天明前世记忆，母亲的遗愿是安稳度日，阖家和睦，从不是让他卑微迁就，换来背叛与羞辱。他厉声呵止，勒令杜鹃立刻摘下手镯，直言他品行不端，根本不配佩戴李家传家之物。随后他当场表态，要求杜家退还全部400元定亲聘礼，两家彻底一刀两断，再无纠葛。杜鹃瞬间又怒又委屈，颠倒黑白指责李天明绝情，哭诉杜家家境贫寒，无力退钱，妄图道德绑架逼他妥协。李天明冷静驳斥其荒唐说辞，定亲下聘全程沉默，偏偏大婚当日当众悔婚，让李家沦为全村笑柄，颜面尽失，所有后果皆是他自作自受。杜鹃依旧蛮横耍赖，声称聘礼是李家自愿赠与，拒不退还。见杜家执意赖账，李天明不再多言，直接让随行族人搬走杜家筹备数年用于翻新房屋的房梁木料抵债。杜叔心知自家理亏，默然默许，自认亏欠李家。围观村民纷纷称赞李天明果敢有骨气，不卑不亢。就在木料搬运之际，庞秉新突然冲出来阻拦，怒斥李天明私闯民宅，强抢财物，扬言其行为触犯律法。正是这个游手好闲的男人蛊惑杜鹃悔婚，毁掉李天明的人生。李家众人怒火中烧，双方瞬间对峙，气氛剑拔弩张。李天明冷静制止众人，只求抵债了结恩怨，不滋生额外冲突。风波落幕，李天明看向杜鹃，平静送上祝福。从此两人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彻底两不相欠，摆脱了纠缠前世一生的孽缘。他心中却无半分喜悦，只剩空旷落寞，五味杂陈。转身归家，李天明恰好撞见年幼的妹妹小柔被人欺负，唯一的发卡被恶意弄坏，孩子受尽欺凌。他立刻上前护住妹妹，温柔问询伤势，确认弟弟妹妹安然无恙后，悬着的心才缓缓落下。可父亲李玄成满脸怒容，
当众怒骂他窝囊无能，守不住婚事，丢尽李家脸面，让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。继母乔凤云假意上前劝解，言语温和，实则虚伪凉薄。李天明心底寒意骤生，清晰记得前世过往。母亲离世仅2个月，父亲便火速迎娶乔凤云进门。自此，兄妹几人的日子彻底坠入深渊。父亲偏心至极，眼里只有乔凤云和他的子女，对亲生儿女百般苛待。多年来，兄妹几人常年住在破旧偏房，干尽家里最累最脏的活，3餐只剩残羹剩饭，还时常遭受乔凤云母女的打骂羞辱。年幼的弟弟为哥哥辩解，说明婚事告吹是杜鹃过错，并非李天明无能。可父亲非但不听，反而愈发愤怒，抬手就要动手教训孩子。常年积压的委屈与愤怒彻底爆发，李天明毅然上前阻拦，当众反抗父亲的偏心苛责。他细数多年苦楚，控诉父亲的漠视与不公，当众提出分家，决心断绝畸形的家庭纠葛，带着弟弟妹妹独立生活。一向懦弱隐忍的儿子突然反抗，让李玄成怒不可遏，当即赌气答应分家，还当众告知村民，是李天明主动分家，往后兄妹几人自食其力，不得依靠家中。李天明脑海中飞速闪过前世的惨烈结局，他和弟弟辛苦劳作1年的工分收入，尽数被父亲和乔凤云霸占。妹妹高烧无钱医治，落下终身痴傻。弟弟勤恳一生，最终惨死工地，终身光棍。小弟被乔家迫害，早早离世。前世的他懦弱无能，眼睁睁看着亲人接连悲剧，无力挽回。带着满心遗憾与今生执念，李天明当众敲定分家与养老细则，明确父子2家从此互不干涉，各过各的。村长学亲书主动出面见证，李玄成满心怨气却无异议，暗自赌气，坐等孩子们落魄收场。李天明深知前世隐患，分家后兄妹几人辛苦打拼的成果，依旧被父亲继母侵占。晚年2人还肆意索要钱财粮食，最终逼死弟弟。为杜绝后患，他主动敲定养老规矩。李玄成60岁后，他与弟弟每月各出30斤粮食，每年各出35元养老钱。弟弟听闻瞬间面露难色，每月30斤粮食近乎1人全年口粮，全数上交根本难以为生。但李天明心中有数，他清楚不久后将迎来分产到户、改革开放的时代，这点钱粮届时不值一提，果断应允所有条件，绝不反悔。家产分割环节，村长依规判定，2间东厢房归兄妹几人所有，家中需支付200元安家费，粮食按人口均分。乔凤云听闻要分钱分粮，瞬间撒泼阻拦，誓死不让。村长不再退让，扬言交由公家评判处置。李天明顺势施压，点名乔凤云苛待未成年孩童，克扣安家物资，已然构成弃养，涉嫌违法，可追责牢狱之灾。弟弟当即应声准备上报执法队，村民纷纷主动作证。乔凤云与李玄成彻底慌乱，深知闹大后果严重，只能被迫妥协，不再阻拦分家。所有细则敲定，双方当场按手印确认，分家正式生效。李玄成满心憋屈，暗自抱怨损失得力壮劳力，家产受损，却依旧嘴硬，扬言孩子终究要听从自己管教。李天明带着弟弟妹妹搬进破旧简陋的东厢房，虽居所拥挤清贫，却终于摆脱偏心父亲与刻薄继母，不用再看人脸色，受无端委屈。妹妹清点分家粮食，仅有10几斤，省吃俭用也仅够维持1月生计。李天明温柔安抚弟妹，承诺往后绝不会再让他们挨饿受苦，定会撑起整个家。不久后，心疼几个孩子的3叔、4叔主动上门，凑出50元钱补贴家用。李天明感念叔叔们的心意，却不忍收下血汗钱。知晓2家家境同样拮据，2位长辈执意相赠，宽慰他不必为退婚介怀。全村人都知晓他品行端正，踏实能干，未来定然能觅得良缘。同时直言会护住几个孩子，不会再让他们受人欺负。饭桌上，年幼的弟弟担忧家中留存的肉食是哥哥偷偷藏下的，定会引来乔凤云一家极度寻衅。李天明早已心生打算，前世他为给产后的杜鹃补身，常年上山捕猎，是远近闻名的猎手，熟知山林中的猎物与草药资源。为改善弟妹生活，让他们吃上热肉，他决定再次进山捕猎。弟妹担心深山凶险，想要陪同前往，被李天明温柔回绝。他叮嘱弟弟留守家中照看妹妹，防备乔凤云闹事。重生一世，他立誓独自扛起所有风雨，护佑家人安稳富足。深入深山，李天明熟练布置超强绳套陷阱，足以困住800斤巨兽，同时盘算着未来商机。他深知数年之后，城里人大肆进山采药，无数村民靠此成为万元户，这片山林的草药资源，便是他带领家人致富的第一道门路。思索间，不远处传来急促呼救声。
李天明循声望去，只见村里容貌出众的知青苏小雨，正被一头500斤的凶悍野猪疯狂追击，处境万分危急。他立刻呼喊苏小雨原地站稳，切勿乱动，自己上前制服凶兽。苏小雨满心惶恐，劝阻李天明不要冒险，直言这头野猪皮糙肉厚，寻常枪械都难以击穿。李天明全然不惧，凭借前世娴熟的捕猎经验，沉着找准时机，一举制服巨型野猪。全程震撼了苏小雨与围观村民，众人纷纷惊叹他深藏不露。大家纷纷感慨，当初错怪，嘲讽李天明偏袒任性悔婚的杜鹃，实在有眼无珠。杜鹃舍弃踏实能干的李天明，执意追随只会耍嘴皮子的庞炳新，属实糊涂至极。人群中的杜鹃亲眼目睹全程，心中满是不甘与纠结，忍不住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路，却又强行自我安慰，认定李天明只是运气爆棚。更有村民心生恶意，无端揣测野猪是李天明偷盗所得，扬言要没收猎物，全村平分。深谙人情世故的李天明早有长远考量，想要安稳立足，长久致富，离不开全村人的支持。他当即当众表态，仅留少量猪肉供家人食用，剩余全部上交村集体，由村长统一分配给村民。此举瞬间赢得全村好感，村民纷纷夸赞他格局开阔，仗义大气。村长当众敲定，按野猪重量为李天明折算公分，额外拨付200斤粮食，彻底解决了他一家当下的温饱难题。李天明真诚道谢，彻底收拢全村人心，夯实立足根基。随后村民疑惑询问他带回的杂草用处，李天明揭晓真相，这些都是可售卖的珍贵草药。得知村里次日有运输车进城送鱼，他当即决定搭乘顺风车进城售卖草药，开拓赚钱门路。天色已晚，村长贴心叮嘱李天明护送苏小雨返回知青点。途中，细心的苏小雨发现他身上的伤口，执意停下为其细致处理，预防感染。温柔善良的姑娘，让历经半生寒凉的李天明心底倍感温暖舒心。归家后，李天明亲手烹制红烧肉，看着弟妹大快朵颐，满脸欢喜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慰藉。他询问二人是否想要物件，懂事的弟妹纷纷摇头，不愿让他多花钱多操劳。可李天明牢牢铭记前世遗憾，弟弟一生渴望一套《西游记》连环画，妹妹发卡被毁后常年用草根束发，受尽嘲笑。这一世他倾尽所能，绝不留半点遗憾。次日，李天明随运输车进城，独自前往药店售卖老虎疗、刺五加等优质草药。药店老板一眼认出草药品相上乘，给出1斤5毛5的高价，远超他的预期。全部售卖后，他共计收入34块6毛5。随后他采购大白兔奶糖、全套《西游记》连环画，还特意买下全村罕见的精致雕花横枷，弥补妹妹前世的委屈。最终采购花费14块6毛5，剩余20元积蓄，也让他更加坚定努力赚钱，盖起全村第1座砖瓦房的目标。与此同时，村长的送鱼行程屡屡碰壁，物资局恶意压价挑拣，仅收购1000斤鱼，给出1斤2毛的低价，款项还需拖延至年底，剩余1000余斤鱼全部退回，让村里自行处理。看着村民辛苦捕捞的渔获滞销，村长满是无奈。李天明听闻后，立刻想到大伯是钢铁厂后勤科长，当下钢厂工人重体力劳作，物资极度短缺，急需肉类补给。他立刻向村长提议，将滞销鱼类转售钢铁厂。村长瞬间惶恐，担忧私自倒卖物资属于投机倒把，违规违纪。李天明耐心劝解，说明此次是以村集体名义对公交易，收益全部用于村落建设，惠及全村，并非个人牟利，完全合规合法。他进一步劝说，村里常年被物资局压价剥削，收入微薄，难得有增收机遇，应当大胆尝试。村长思虑再三，决心冒险为村民谋一条致富路。二人前往钢厂对接，恰逢孙处长正因物资短缺，工人伙食差，产能低迷，焦头烂额。见到大批量优质鱼类，孙处长喜出望外，当即全盘收购，还主动提出长期供货合作。李天明顺势道出村里运输难题，钢厂当即承诺，无偿调拨带拖斗拖拉机，油费、维修费全部由钢厂承担。双方敲定合作，每周保底供货2次，每次不低于3000斤。此次1235斤鱼类，以1斤4毛5的高价结算，共计555块7毛5，收益比物资局报价高出2倍有余。村长这才知晓，村里多年来一直被物资局恶意压榨，亏损无数。村长开着全镇罕见的崭新拖拉机归村，瞬间轰动全乡。村民纷纷赞叹李天明能干出息，再度唏嘘杜鹃目光短浅，错失良人。回村后，村长当众公示收益，将钢厂结算的555块7毛5全部分配村民，每户都能分到钱款，
同时公布长期供货协议，让全村实现稳定增收。全村人尽数感念李天明的恩情，杜家人更是悔恨不已，暗自惋惜若未悔婚，便能借李天明的人脉红利崛起。李天明当众叮嘱众人严守秘密，当下政策未完全放开，对外交易极易被举报追责，且村边围海资源历来是周边村落争夺的焦点，一旦外泄，必将引来纷争，滋生祸端。村民纷纷应允保密，唯有暗处的庞炳新尽收眼底。心生嫉妒，笃定李天明涉嫌投机倒把，妄图举报让他身败名裂。归家后，李天明将糖果、连环画、新发卡悉数交给弟妹。妹妹知晓发卡昂贵，心疼哥哥辛苦，想要退回省钱。李天明温柔宽慰，让他安心佩戴，无忧无虑。前世他隐忍懂事，受尽委屈，今生所有风雨由自己一力承担，只求家人安稳顺遂。3日后，李天明再次带队送鱼3612斤，斩获1625块4毛的高额收益。钢厂工作人员大加赞赏，称鱼类补给大幅改善工人伙食，工厂产能直接提升2成，还要为李天明请功表彰。正当交易顺利收尾时，执法人员突然到场，有人实名举报李天明投机倒把，腐蚀国企职工。举报人正是心胸狭隘的庞炳新，看着李天明声望日盛，带领全村致富，他心生歹念，执意要毁掉李天明的前程。面对盘问，李天明冷静质问庞炳新，此举斩断全村致富路，必将得罪所有村民。庞炳新毫不在意，直言只要能让李天明倒霉，村民生计与他无关，还扬言杜鹃定会夸赞自己为民除害。执法人员当即准备带走李天明调查，严厉告知投机倒把、大批量倒卖物资后果严重。危急关头，李天明不慌不忙，出示村集体正规介绍信与发货单，证明交易为公对公集体行为，并非个人牟利。庞炳新依旧不死心，叫嚣村里包庇纵容，单据无效。关键时刻，李天明的大伯钢厂物资科科长李学军亲自到场，出示钢厂采购台账、入库记录，证实交易手续齐全，完全合法合规，无任何违规乱象。真相大白，执法人员当场斥责庞炳新恶意诬告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警告再犯将从严送去劳动改造。庞炳新算计落空，颜面尽失，沦为众人笑柄。风波平息后，李天明将所有钱款、票据上交村委，公示入账，坦荡无私。村长气愤告知，庞炳新不仅恶意举报，还泄露致富门路，导致周边5个村落闻讯赶来，争抢围海资源。面对新一轮危机，李天明沉着失策，公开全部账目，让全村村民利益绑定，同心守业。村里持有围海合法地契，不具任何层级核查，无专属人脉渠道，外人无法对接国企销路，私自捕捞即属偷盗集体财产，可直接追责。村民彻底安心，愈发敬佩李天明远见格局，人人唾弃庞炳新品行恶劣。村委商议后，决定严惩庞炳新泄密滋事的过错，连带追责杜家，撤销杜立德3队代表身份。另一边，乔凤云见李天明日渐出息，弟妹愈发体面，心生嫉妒，公然抢夺小柔的新发卡，肆意欺凌孩子。李天明归家撞见，立刻护住妹妹，厉声斥责乔凤云刻薄恶毒。乔凤云当众撒泼卖惨，哭诉李天明不孝犯上，殴打长辈。围观村民心知肚明，纷纷指责他咎由自取，常年苛待孩童，如今被反击，实属活该。李天明严肃警告，严禁他再欺凌弟妹，否则绝不轻饶。此事过后，他更加坚定尽快建房搬家的想法，唯有彻底搬离，才能让家人远离纷争，安稳度日。不久后，李天明发现全新商机，村外深山一处传言闹鬼，无人敢踏足的区域，实则野鸭泛滥，无人捕捞，是绝佳的天然猎场。四叔迷信鬼神，心生畏惧，经李天明开导后，放下顾虑，与三叔一同陪同他进山捕猎。此次进山收获颇丰，共捕获116只野鸭，收益可观。李天明安排2位长辈留守村中，照看弟妹，严防乔凤云寻衅，自己独自对接销路。他带着野鸭前往钢厂，对接负责计划外副食品采购的孙俪。孙俪见野鸭品质极佳，十分满意，并其市场1斤1元的市价，统一按8元一只高价收购。为维系人脉，长远合作，李天明特意挑选2只优质野鸭，赠送1枚绝版纯银打火机，作为人情馈赠，不录入账目。最终112只野鸭结算900元收益。李天明坚持与三叔、四叔3方平分，绝不让长辈吃亏。返程途中，李天明看中钢厂一处闲置地基，此处原为专家宿舍建设用地，地基完工后，施工队被抽调支援大3线，工程停滞半年，无人接手，让厂领导十分头疼。
李天明瞬间察觉巨大商机，楼房建设工程体量庞大，收益远超捕猎卖鱼，是难得的致富机遇。他主动向大伯请缨承包工程，大伯十分诧异，不敢相信务农出身的他懂楼房施工，直言工程图纸、工艺、工期要求严苛，村里匠人毫无经验，极易出错误事。李天明信心满满，坦言自己前世从包工头起家，精通各类施工工艺，当下的砖瓦楼房施工对他而言轻而易举。他主动申请钢厂专家考核，通过便承接工程，未通过自愿放弃。大伯见他笃定沉稳，应允帮忙向上争取考核名额。考核期间，专业专家刻意在设计图中留下连市建委人员都忽略的承重标注漏洞，被李天明一眼精准识破。面对施工工序、衔接排布、工期规划等专业提问，他对答如流，规划出先打楼沟、封闭外墙、瓦工、木工错峰进场、互不误工的科学施工方案。专业能力碾压在场工作人员，钢厂全员认可其实力，正式将专家宿舍工程交由他全权负责。钢厂原对接2件的施工报价为14000元，因地基已完工，最终敲定8000元总价，提前拨付2000元预付款，还全权承担85名工人的食宿开销。拿下工程后，李天明将招人事宜交由村长负责，规避人情纠纷，得罪村民。村长公平公正，优先选用手艺精湛，他是肯干的匠人。兼顾村内困难户，敲定84名施工人员，分为40名大工、44名小工。大工月薪36元，小工25元，工期1个半月，薪资待遇堪比城里正式职工，优厚待遇引得全村踊跃报名。年幼的弟弟也想务工分担压力，被李天明温柔拒绝，叮嘱他安心读书，跟随苏小雨精进学识，赚钱养家的责任由自己承担。父亲李玄成见招工大事未与自己商议，心生不满，指责他不孝独断，要求为乔家亲戚预留名额。李天明处事公允，早已为3叔4叔家晚辈预留大功名额，却断然拒绝好吃懒做、品行不端的乔家子弟，杜绝工地滋生乱象。李玄成不甘心，执意想要进厂务工挣钱。李天明念及血脉亲情与母亲遗愿，最终应允。弟弟担忧父亲添麻烦，李天明坦然释怀。纵使父子关系疏离，终究骨肉相连，不必过度苛责。此次84名务工人员中，李家族人占70名，半数村民得以进厂增收。李天明彻底赢得全村人心。一切筹备完毕，他带领施工队进厂开工。钢厂为所有工人统一发放崭新工装、劳保鞋。村民们从未见过如此规整的装备，纷纷舍不得穿戴，想要留存过年。李天明耐心劝导众人，工装是施工标配，规范穿戴才能保障安全，配合检查，切勿因小失大。开工前夕，他召开全员大会，定下严明纪律，全员绝对服从安排，违规者直接遣返回村。同时设立激励机制，原定1个半月工期，提前完工则全员每日额外奖励2元，基础薪资全额照发。丰厚奖励极大调动了工人积极性，众人斗志昂扬，干劲十足。李天明将工人分为20人一组，分段负责施工。瓦工、木工、管线工分工明确，同步推进，互不干扰。施工现场秩序井然，效率极高。孙处长见状十分佩服他的管理能力，同时提醒高额奖励成本不菲，提前完工或将亏损上千。李天明早有考量，当下个人高额收益极易招人非议，转化为集体奖金，既能提速工期，激励全员，又能规避风险，安稳获利。随后，李天明以秋日天凉、施工辛苦为由，向钢厂申请第2批物资，为全体工人添置换洗衣物与保暖棉服。孙处长欣然应允，全力保障施工后勤。备受鼓舞的村民日夜奋战，不辞辛劳。李天明见状，连夜架设灯光，开启通宵施工模式，全力冲刺工期，决心带领众人提前完工，全员增收，彻底带领全村摆脱贫困，走向富裕。